去年 Apple Watch 7发布了之后，我做了一期视频，视频里讲到，在苹果手表7发布之前的几个月里，苹果消息界提出了苹果手表7将会在设计上获得重大的更新。先是郭明基在2020年的9月就提到，苹果手表最早会在2021年得到重大的设计更新。然后是 John Prosser 在2021年的5月直接丢出了苹果手表的渲染图，在那个渲染图里，我们可以看到手表的边缘是完全平边的，就和 iPhone 以及 iPad Pro 的设计非常像。再过了1个月，彭博社的 Mark Gurman 也报告说，苹果手表将采用平边设计。Mark Gurman 在苹果消息界的地位极高，所以在这时关注苹果手表的人们觉得苹果手表使用平边设计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可是去年9月的苹果发布会上打了所有人的脸，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圆的苹果手表。Softer, more rounded corner. 我是小天，欢迎回来。离 Apple Watch 7的发布已经过去了5个多月。正当我们以为去年风靡一时的平边设计的传闻正在逐渐远去的时候，没想到又多了更多的消息。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这些新传言。先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 ，Mark Gurman 接受了 Mac Rumors 的采访，谈到了关于去年苹果手表平边设计的事情。Mark Gurman 首先说，网上之前流传的那个渲染图是假的，他从来没有在内部人士那里看到过类似的渲染图。Definitely those renders that were put out last year are fake. 但同时，他还是认为平边设计是可能的，但这个设计不会用在 Apple Watch 8的主系列上，而是一个新系列。I think it's still possible we get that, square edge design on the sides of the device next year. 也就是说，今年我们仍然有可能会看到平边设计。那这个新系列又会是一个怎样的系列呢？不着急，等我们聊完所有的传言再来讲这个。今年2月份 John Prosser 也上了 Mac Rumors 的节目，在这里我们对于平边设计听到了更多的细节。我在之前的视频里提到过，对于平边设计出现最大的猜测之一就是苹果正在抓内鬼，也就是说苹果内部有意的对外放出了不同的关于苹果手表设计的消息，最后哪个版本流传到了外界，那苹果就知道是谁把这个消息传了出去。这种说法我之前就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不止一个人给出了平边设计这样的消息，除非好巧不巧，郭明基、Mark Gurman 和 John Prosser 在苹果的内部人员是同一个人，而 John Prosser 也在这次采访里做出了澄清，给他消息的苹果内部人员现在还在苹果好好上着班呢。All those people that worked with me on that leak still work there. John 也在节目里给大家看了内部人员给他爆料的内容，有一张照片是星光色的平边手表框架。John 在收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Apple Watch 7还没有发布，而当时的手表是没有星光色的，星光色是 Apple Watch 7的新配色，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这张照片的真实性。而另一张照片的信息量就更大了，在他公布的另一张照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弧形设计的小表盘和一个平边设计的大表盘。当时 John Prosser 看到这张照片之后，理所当然的以为小表盘的是 Apple Watch SE， 而大表盘的平边设计才是 Apple Watch 7，于是他就信心满满的把这个消息给放了出去。他说，现在回头想起来，当时那个弧形设计的小表盘才是 Apple Watch 7，而那个平边设计的大表盘将会是苹果的下一个新系列。这个推测也和我之前分享的关于 Apple Watch 8的爆料不谋而合。屏幕分析师 Ross Young 也是一个可信度相当高的爆料者，他认为 Apple Watch 8将会有3个尺寸，苹果会增加一个比41毫米和45毫米更大的尺寸，而这个更大的尺寸很有可能就是 John Prosser 在照片里看到的更大表盘的平边设计的 Apple Watch。 那么这个新的 Apple Watch 系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系列呢？在之前关于 Apple Watch 8消息的视频里，我提到过，苹果正在开发一个具有坚固外壳版本的 Apple Watch， 其目标受众将是运动员、徒步旅行者和需要在极端环境下佩戴 Apple Watch 的消费者。它具有与普通版 Apple Watch 相同的功能，但有更好的抗冲击性和保护性。John 觉得这个平边设计就是为了坚固版的 Apple Watch 而设计的，因为 iPhone 和 iPad 在改成平边之后都更坚固了。And this is rugged. 而 Max Tech 在这个推测下更进一步，
他们觉得这个坚固版本甚至有可能是 Pro 版本，也就是说不仅更坚固，甚至功能也更多。Apple Watch Series 8 Pro model. 当然，售价也会更高，就像 iPhone Pro 和 iPad Pro 一样。MaxTech 觉得 Apple Watch 做成屏边设计之后，有了更多的空间，可以放入更大的电池和更多的健康传感器。Apple Watch 的电池续航一直都是人们诟病的问题，如果能在这一代得到提升，一定能够大大促进销量。此外，我之前也总结了苹果正在研发血糖和血压监测这些新的健康功能，这些传感器都需要额外更多的空间来放入。大尺寸屏边设计的 Apple Watch 恰巧满足了这样的需求。当然，这些更多的健康功能也就意味着苹果可以把它们标记成 Pro 产品线来卖更高的价格。这不能说和 iPhone Pro 的思路一模一样，只能说是毫无区别。我个人觉得 MaxTech 对于 Apple Watch Pro 系列的推测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只是有很多人会担心这个屏边设计会导致佩戴不舒适，所以不知道苹果会怎么解决佩戴舒适度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这都让我对今年 Apple Watch 8的发布有了更多的兴趣。以上就是最近一些关于 Apple Watch 很有意思的消息。如果你还没有看我之前制作的 Apple Watch 7发生了什么的视频，欢迎移步到下方的链接观看。我马上也会更新一期关于 Apple Watch 7的使用体验分享，希望能帮助到你决定是该现在购买 Apple Watch 7，还是该等今年新的 Apple Watch， 或者说 Apple Watch Pro。所以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就不会错过更新啦。如果喜欢我的视频，也记得点赞、评论、一键3连，多多支持。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